大家好，这一节课呢，我们学习牡丹嫩叶子的画法。那么在画之前呢，我们先对牡丹嫩叶子进行认识一下啊。那么这一本呢，就是我们的教材。来，大家仔细看一下啊，这个呢就是嫩叶子，这个就是嫩叶子，有点像这个香椿。那么下面呢是这种老枝干，老枝干接的是嫩叶子。那么从这里可以看出，嫩叶子的颜色呢有点偏红色。那么上面的这个叶子呢特别细，特别尖，有点像鸡爪子。那么嫩的这个叶柄呢，还有嫩的这个叶茎呢，都是红色的。那么再看仔细看这下面，这正好有一个嫩叶子的有一个芽苞，像这个芽苞呢还没有完全掉，这边也有一个。那么这个一般在春季之后2、3月份吧，这个牡丹就长出这些嫩芽。等它这些嫩芽完全长大了，它就变成嫩的叶茎，然后这些小的这个嫩叶呢就变成大的叶子。那么这上面呢会有花苞，看这里面有一个小的花苞在里面。那么这些呢也是嫩的叶茎啊，嫩的叶茎我们画的时候一定要颜色饱满，调的均匀。那么这个叶子呢有左边出枝，右边出枝，左右。我们画的时候呢可以从前后左右出枝啊。你看，那么它这个出枝的规则呢，首先这个长的是主叶茎，那么这个呢是次的，从主叶茎分支长出嫩的叶茎，从次的叶茎里面分支长出嫩的叶茎。那么这个也是，那么这个和我们之前画枝干的时候跟大家讲解的一样，就是老枝干或者是嫩枝干出叶茎都呈 V 字形啊，一个这个和这个呈 V 字形，它和它呈 V 字形，那么它呢又和它呈 V 字形，所以我们画的时候一定要尽量出枝呈 V 字形。那好，我们现在画一下啊，进行分解。还是介绍完吧。那么这个老的哈就是老干，那么呢这个嫩的红色的嫩茎，那么红色的叶子呢当然就是叶芽啦。长大一点呢叫叶子，小一点呢叫叶芽，我们可以称之它为叶芽。那么这些呢也是哈，这个纯粹叫嫩芽、嫩芽、嫩叶、嫩芽、嫩芽。一般在春季之后，它就会长出这些嫩芽，到4月份、5月份就会长成大的花头。那么这个是嫩芽部分。那我们现在如何去画呢？如何用国画把它表现出来呢？我们现在开始画。画之前当然是要调颜色啊。那么我们这个颜色呢，是像这个是3青加藤黄，任何一个青色，比如说太青蓝、花青、3青、3绿调藤黄，都能调出这个绿色来。然后这个是珠标，我们先把它调均匀啊，调均匀。我们要画出这种嫩叶，嫩叶是有一点偏绿，所以我们要调一点底色，3青加藤黄，然后再调一点珠标，最后再调一点的这个曙红，或者调胭脂都可以。那么这样调均匀，这样就可以。那么盘子先放一边，然后我们现在画一个啊，我们对嫩叶子结构进行分析哈。我们先画出一个嫩茎吧，这个是花茎，下面粗，从上面起笔轻轻的下压，中锋往下推。那么这个是嫩的茎，
嫩茎子上面会长很多这个嫩芽啊，从下往上拖出来啊，从下往上。那么呢，这个是叶茎，嫩的叶茎啊。那么这个是花茎，这个是嫩的叶茎。我写一下吧。这个叫花茎，这个呢，这个叫叶茎。啊，这边也叫叶茎，这两边一样，都叫叶茎。那么叶茎上会长什么呢？这是叶茎，叶茎上面肯定是长叶子。那么这个时候叶子还小，我们把这个叶子称之为叶芽。我们画一个叶芽，先推出来，画一条线，然后在叶芽的纹理上勾出这种小的叶芽，这个时候是特别小。我们可以排列一排，1、2、3，1、2、3，哎，像鸡爪子。那么这个就是叶芽。那右边是不是也有呢？右边也有的，它可以尖一点，你也可以从上往下推。1、2、3、4、5。那么这个是嫩的叶芽，1、2、3。1、2、3、4，可以错落有致的画出一些来。我们继续调颜色。那么它有可能从这里还往外出一支，比如说这个是在右边，我们可以这个呢在这个地方，也可以出来一些。它有的稍微的叶子盛开了，长大了一点。它也是遵循3叉9顶，3叉9顶，这是一个叉，我们可以简单的这么画。那么这上面呢也有啊，这个它也是可以出来的，也可以。我们画的时候呢，哎，这像一个叶子，叶芽，画成这样就可以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它有可能有一个小小的花苞在里边，又要开花。哎，我们画从上往下推出来一个，再加一笔，把它想象成一个蒜瓣啊，包起来，尽量让它包起来。我们可以包的结实一点，那么它会有一些花萼、花托儿吧，它有一些花托儿，像有可能会有一些花萼。然后呢，它可能会被这个嫩叶包围着，也可能不止1组、2组、3组、4组、5组。那么有可能这里还有往上走，它错综复杂的被包围着。那我们这个芽苞啊，下面再来一个芽苞。你看，点下去，起笔点，然后从右往左推，画出一个半圆，再补充颜色，再补充一个半圆。然后呢，画出它的这个花托，这样画出花托，然后下面再画花茎。
是这个样子。然后再画出花蛾，当然它上面呢也可以画出这种嫩叶子、嫩芽，我们可以嫩芽，一组嫩芽一组一组的，在它上面啊，再来一点点，一个大的，它也可以出枝，1、2、3，1、2、3，那么这个就是嫩叶子。这边也有没有嫩叶子？这边有，我们可以画在这儿吧，再往上就没地方可画了。嫩叶子，你看一组大一点，另外一组就要小一点，这就是嫩叶子。我们继续补充一点颜色，这个呢就是嫩叶子的画法啊。我们分解一下，我们画一下嫩茎啊，起笔点，顺势推出来，那么这就是嫩的叶茎。再来一笔嫩的叶茎，这就是嫩的叶茎。还有这个方向的，下笔轻轻的点下去，然后中锋运笔稳住，这个时候手要稳住，中锋运笔，从左往右推出来，拉出来也可以。那么这就是这种叶茎，嫩的叶茎啊，这是嫩的叶茎。那么嫩的小花苞，我们再画一个啊，嫩的小花苞。我们再画一个啊，再画一个，这是一个嫩的叶茎，起笔停住，中锋运笔，从上往下推。我们可以画的像这样饱满，颜色饱满一点。我们给它画出这个花苞来，花苞可以尖尖的，像一个包子一样。尖尖的，从左运笔，从上往下加颜色。一般它特别嫩的时候是有一点绿又有一点红啊，我们就可以画这样。右边再来一笔，这样包起来。通常呢，它上面会有一些花托儿，像这样的花托儿，左边一个。右边再来一个。那么像这种中间呢，也有中间画成这样就可以。然后下面有花托儿，这花托儿呢可能特别小，它也可以花托儿出来，有时候也可以这样画。也可以这样。那么我们再画出它的嫩叶子。嫩叶子刚才说了，我们可以从下往上运笔，从下往上，先起笔点住，然后中锋往外推出来。那么我们现在呢，给它画个嫩叶子，因为它这个全部像鸡爪子一样，但是它也有3叉9顶。不过这个时候好小啊，我们完全看不出来，反正就是揪在一起，包在一坨了。先这样，画一条线出去，然后在线上画一些小线条。这个是一个嫩芽，然后左边呢也有一个嫩芽，我们就让它从这里吧，1、2、3。先画一条直线出去，或者弧线也可以，然后在弧线上呢画一些小线条。那么呢，这个就是
嫩叶子的画法。当然这个地方有可能还有一些，你比如说这些呢，哎，这有一笔，这有个小的呢，因为它很小，都错综复杂的交织在一起。这是一个，这是一个小的啊。那么呢，这个就是嫩茎、嫩叶、嫩苞。那通常这下面会有这个花苞，不是叫花苞，叫苞衣，有个苞衣啊，它是圆的啊。那么下面是接着老干，我们都给它画上，等会儿一起画，先画苞衣。苞衣呢，就是有一点时间长了它就会掉的。所以嫩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把它包一下。这个样子就可以。我们现在可以拿一支深一点的毛笔，颜色深一点的，把它这个老枝干画出来。我们用墨啊，我们可以调一点墨，拿一支毛笔，轻轻的调一点墨，我们可以把这个老枝干画出来。继续调，水分不能太大。一般画老枝干呢，宁可干一点，也不要湿，湿的时候就没法画。我拿废纸试一下，可以。那么下面呢就画老枝干，老枝干相衔接的地方，我们可以多顿笔，然后往下一带。那么通常呢，这些都是接老枝干，那么这个也是接老枝干。当然，这个小老枝干上呢，你也可以点一些胎点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再点一点。下面这个呢，也继续画一个老枝干，继续画一个老枝干，也可以点一些胎点。你看这一支，如果说你想再生出一支来，也是可以的。假如我们现在，这过来了，那么这个黑的呢，就是老枝干，你像老枝干这上面会又长出一个芽苞，我们就可以稍微的起笔点下去，点出一个小嫩芽的状态，然后左边一笔，右边一笔。那么像这种黑点的地方，我们也可以点一点，就相当于长了芽苞一样。这个还是好小的，没有长大。这个可以点一个，那这边也可以点一个，这可以点一点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小的嫩芽，像这种叶子呢，大一点，它其实也可以勾叶茎，但是我们可以不用勾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嫩芽、嫩叶、嫩茎、嫩的叶茎、嫩的花茎、老的枝干，这个是苞衣。那通常我们还有可能见到这种的，完全没有长出来，它就是一个小豆包一样，来，长成这个样子。然后左边呢有个芽苞，右边一个芽苞，然后下面呢下面直接接这种老枝干，有时候它还会分一个小叉儿。那么叉儿上又有一个小的，这也是可以的。当然你还可以生。
这个地方你还可以长一个芽苞，这也可以长一个芽苞。还有这一种呢，就是好小，还没有长那么大。先是起笔，一撇儿，1、2、3，然后再来一个大撇儿，1、2、3，再来个小撇儿，1、2、3，再来一个，出去一个大的，再来一个小的小撇儿，然后呢，下面也是接着老枝干。那么也有这种的，没有长大，好小的。那么这个也是这个嫩芽苞。我们这边再来画一个小的啊，先是调颜色。然后这个嫩叶怎么画啊？先一撇儿上去，1、2、3、4、5，一条线。再来一个小的，1、2、3、4，那叶茎跟上，它也是这样画。再来一笔，是这个样子的。再来一个，1、2、3、4，再来一撇，1、2、3、4。当然，它有时候呢也可以有这个样子，错综复杂的。也有这样的大一点的，先就撇出去啊，撇出去，然后在上面呢画一条条的线，这样啊，这个是嫩芽嫩叶，这个是嫩叶啊，嫩芽就很简单，一点1、2，一点1、2。嫩芽我们通常就3笔，就像画叶子似的。这个是嫩芽。那么这一节课呢，我们现在把嫩叶子、嫩芽苞，还有这种嫩茎，这种嫩的叶茎、嫩的叶子、嫩的花茎、嫩的枝干的嫩的叶茎、嫩的花茎，都给大家讲解了一下啊。那么大家下去可以多加练习，如果有任何问题啊，跟老师及时沟通，在我有空的时间呢，我尽量回复大家。那么这是这节课这个嫩的叶茎的讲解，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。那么这节课呢就讲到这里为止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再见。